天赐公子说的太对了，我就是走了狗屎运了，被莫姑娘救了。陈平谄媚地笑道。天赐哥哥，这石门你能打开吗？莫青云对着天赐问道。当然，一个小小石门岂能挡住我的去路？天赐冷冷一笑，随后走到内石门前。没有人任何的废话，手中瞬间多出一把通体黝黑的短刃。当一道寒芒瞬间没入石门之中，可是石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。紧接着，一股恐怖的力量袭来，天赐躲闪不及，竟然直接被逼退100丈之外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都是震惊不已，就连天赐都没办法撼动这石门分毫。陈平仔细地看着石门上的符文，这些符文十分的特殊。刚刚在那力量反震的时候，上面的符文似乎活了一样，有着不同的变化，这才散发出的恐怖力量。陈平的神情变得凝重，看来这一计没有那么容易探寻的。天赐被震退，顿感丢了面子，一脸阴沉地走了过来，看着眼前的石门，轻轻地用手抚摸起来，而石门却没有什么反应。看来这石门上的阵法很厉害，需要让我们天渊阁的童长老看看，他对于阵法有研究。天赐淡淡地说道。陈平没有说话，其实给他时间，他也能破开这石门。上面的阵法虽然特殊，但是找到阵眼，然后破解，对于陈平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。只不过他现在只是散仙境1品境界，所以不可能在别人面前暴露太多实力。自己一个散仙境1品，还懂得阵法之术，难免不会被这天赐给盯上。现在陈平就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小废物，才能麻痹那天赐的神经。若是这一计之中有什么宝物，陈平可以出其不意地夺走。可那天赐若是提防上陈平，那就不容易了。只见那天赐掏出一枚令牌，然后用力地捏碎了。在捏碎了令牌的同时，一滴精血被天赐逼出，这滴鲜血不断在空中扩散，最后成为了一片血雾。很快，血雾之中的虚空开始颤抖起来。紧接着，一名满头白发的老者缓缓地显出身形，从那血雾之中走了出来。这老者就是天渊阁的童长老。天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跟着阁主正在下棋呢。童长老说道。童长老，我来这一计逛了逛，可是这石门上有阵法，没办法破开。我知道童长老擅长阵法之术，所以想请童长老帮忙把这石门打开。天赐对着童长老说道。对于这童长老的态度，天赐客气多了，一点也没有那嚣张的样子。童长老微微额手，随后走到了石门前，然后仔细地研究着石门上的那些符文。只见童长老随手一挥，一道光幕出现，紧接着石门上的那些符文全都映射到了光幕之上，伴随着童长老手指不断波动，光幕上的符文也开始跟着跳动，然后不断重新变换着方位。陈平一看就知道，这童长老在找阵眼所在。这种古老的阵法要想强行破开，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才行。若是破解了阵法，找到了阵眼所在，那就容易多了。陈平静静地看着这种寻找阵眼的方法，倒是让陈平感觉有些好奇。这阵法还真是有些棘手。童长老眉头微皱，光幕缓缓消失。随后那石门之上，一道神秘的圆形光影在不断旋转，一股神秘的力量似乎在聚集。童长老，你也破不开这石门阵法吗？天赐对着童长老问道。别急，这阵法有些奇特，需要时间。童长老说道。天赐不敢再说话，只能静静地等待着。陈平看着那童长老的样子，也是好笑不已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在磨磨唧唧。若是陈平自己，此刻早就把阵法给破了。不过现在陈平还不是出手的时候，所以只能等着。童长老盯着那石门上的光芒许久，然后掌心泛起一片红光，慢慢地按在石门之上。石门上的符文也跟着散发出了红色的光芒。没有多久，那些符文竟然汇聚在了一起，
紧接着伴随一阵抖动，石门竟然缓缓打开了。看到石门开启，天赐则是笑道：“童长老果然厉害，什么阵法都难不住你。”可就在阵法打开的一瞬间，伴随着虚空震颤，一名身穿白袍、长发披肩的女人出现了，而在女人的身后还跟着3名黑袍老者。看到出现的这些人，天赐的眉头就是一皱，童长老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没想到你们修罗殿的人还会玩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把戏。我们刚到就看到你把石门打开了，运气好而已。”白袍女人淡淡一笑，随后就要带人走进石门。不许进去！天赐顿时拦住。怎么，这一计是你们天渊阁的吗？白袍女子问道。可这石门是我们打开的。天赐说道。你们打开的又怎么样？我想进就进，这又不是你们家的。用你这个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家伙多管闲事。白袍女人冷哼一声。天赐气得满脸通红，这个杀伐的家伙却不敢对女人动手。那童长老见状，拉了天赐一把，让他让开了道路。白袍女人带人走了进去，天赐满脸阴沉，平复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向莫青云道：“青云妹妹，我们也进去吧。”莫青云点了点头，跟着天赐和那童长老走了进去。陈平见状也跟了进去，而那青衣男子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没有抵住诱惑，也跟进去了。不过当众人走进去之后，瞬间就呆住了。只见石门内竟然是一片混沌的空域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就连他们刚刚走进去的石门，此刻也在他们身后缓缓消失。石门消失的瞬间，四周陷入一片混沌，灰蒙蒙的雾气弥漫在众人周围，仿佛置身于虚无之中，连脚下的地面都变得模糊不清。这是哪里？青衣男子脸色发白，声音有些颤抖。天赐冷哼一声，慌什么？既然是一计，自然有他的玄机。他转头看向童长老，低声道：“童长老，能看出什么端倪吗？”童长老眯起眼睛，掌心泛起微弱的红光，似乎在感应四周的能量波动。片刻后，他沉声道：“这片混沌并非幻境，而是真正的空间断层，我们被传送到了遗迹的核心区域。”空间断层？白袍女人眉头微蹙。这么说，我们暂时出不去了？哼，既然进来了，何必急着出去？天赐冷笑一声，这一计既然是上古宗门所留，必然有重宝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。他说完，也不管其他人，带着童长老和莫青云径直朝混沌深处走去。白袍女子见状，冷哼一声，狂妄自大的家伙。他转头对身后的3名黑袍老者道：“我们也走，别让他们抢先了。”青衣男子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跟上了天赐的队伍。毕竟在这种未知的环境里，跟着强者总比独自行动安全。陈平站在原地，目光扫视四周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有意思，他低声自语，随即也跟了上去。这片混沌空间看似无序，但陈平却能隐约感知到某种规律。他的神识远超同阶修士，甚至比散仙境5品的强者还要敏锐。混沌深处，一行人走了约莫半个时辰，前方的雾气突然变得稀薄，一座残破的石台出现在众人眼前，而在石台之上摆放着3具棺椁。这3具棺椁都是血红色的，并且上面还有神秘的特殊符号。石台的两侧就是2个身披铠甲、手拿大刀的武士，只不过这2个武士也都只是石像雕刻，不过雕刻的栩栩如生，就像是活人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都是疑惑不解，不知道这棺椁之中会是什么人。陈平也是充满好奇，因为他用神识探查，发现根本就探查不到棺椁之中的任何景象，而且这血红的棺椁散发着浓浓的血腥气，所以人都跟着残破的石台保持着距离。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会不会有危险。这一计之中到处都透着诡异，所以每个人都十分谨慎。
莫青云本能地靠近陈平，半个身体躲在陈平的身后，他的内心也是有些恐慌。现在只有站在陈平身边，才能给他一点安全感。天赐看到这一幕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因为莫青云跟着陈平走得太近了。不过当着童长老，当着修罗殿的人，天赐不敢再放肆，只能强压怒火，挤出一丝微笑道：看来这棺椁之中，怕是有什么秘密，我们应该派人先去探探情况。所有人看了天赐一眼，尤其那白袍女人翻了翻白眼道：那你去探探。天赐摇了摇头：我不去。说完，他看向陈平道：你去探探。陈平一愣道：为什么你不去？我怕有危险。天赐毫不避讳地说道：那我也怕有危险呢。陈平有些不乐意了：你不去，我就打死你，我的实力比你强。再去探路和死亡之间，你选择一个吧。天赐问道。陈平一阵无语。天赐哥哥，他莫青云想要给陈平求情。青云妹妹别说了，他就是一个随从，你不要处处护着他了。天赐有些不高兴了。莫青云见状，无奈地看了陈平一眼。陈平知道这个社会弱肉强食，谁让自己只有散仙境一品的境界呢？一旁的白袍女子看了陈平一眼，露出玩味的笑容。一个散仙境一品来这里跟着找死有什么区别？白袍女子笑道。陈平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径直地朝着那残破的石台走去。我跟你去。莫青云见状，则是朝着陈平追去。青云妹妹，天赐想要阻拦，发现莫青云已经跟着陈平走到一起。天赐的脸色都绿了，气得双眼圆睁，咬牙切齿。你跟我去做什么？若是有危险怎么办？陈平看向莫青云问道。有危险就一起应对，就算是死，我们在黄泉路上也有个伴。莫青云微微一笑。陈平也笑了起来，有我在，死不了的。陈平内心毫无波澜，他知道自己不会死，因为他死了就不会再有以后的故事。你不喜欢那娘里娘气的家伙？陈平问道。还用说，看到就恶心。莫青云点头，随后一脸无奈道：可是天元阁实力很强，为了跟着天元阁攀关系，我必须要嫁给他。没想过反抗吗？陈平问道。没有那实力。莫青云摇了摇头。等找个机会，我把那娘里娘气的家伙杀了，你就能解脱了。陈平跟着莫青云边走边说道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莫青云说道。或许现在我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我有帮手，杀他易如反掌。陈平微微一笑，随后对着赤云魔君问道：前辈，你若杀那娘里娘气的家伙，可有把握？你这身体能抗住，莫说那个家伙，这里所有人我都能让他们归西。赤云魔君说道。那就好。陈平笑了。你在跟谁说话？莫青云一脸的茫然。一个老朋友。陈平笑了笑。两个人边聊边走，很快就到了那残破的石台上。这时的陈平开始祭出斩龙剑，全身心的戒备起来，尤其是那两个武士雕塑，他总感觉这两个雕塑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出手的感觉。陈平手里的斩龙剑竟然也在微微颤抖，估计是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。而在远处的天赐冷冷地看着陈平和莫青云，两个人有说有笑的，全都落到了他的眼里。他现在恨不得马上就把陈平给杀了。不过即便是生气，天赐也保持着警惕，若是发现情况不对，他们就会马上逃走。遗迹内虽又有宝物，但也伴随着危险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知道有遗迹，却很少有人来探寻的原因。一个搞不好人就死了，人都死了，要什么宝物还有什么用处呀？尤其眼前这个遗迹还十分的诡异，这让众人感觉的谨慎，只要有一点异动，他们马上就跑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陈平跟着莫青云站在石台前，两尊武士雕像的眼睛正直直地看着他们。
这让陈平的寒芒乍立，内心有些恐惧。走！莫青云拉着陈平一步步走向石台，他们的步伐很慢，可当他们走到那3具棺椁的时候，陈平惊讶地发现这2尊武士雕像的双眼，不知道何时竟然也转向，还是一样死死地盯着他们。陈平晃了晃脑袋，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可当仔细看到时候，你2尊武士雕像的双眼还真的转动了。这一下，陈平内心的更加的发毛，握着斩龙剑的手在微微颤抖着。莫姑娘，你有没有发现这2尊武士雕像有什么不对吗？陈平对着莫青云问道。没有呀，莫青云摇了摇头，他的注意力都在那3口棺椁上，并没有注意武士雕像。陈平见状也就没有再说什么，既然莫青云不知道，那就不要告诉他了，省得让他害怕。陈平拧了拧心神，深呼一口气之后，这才把注意力放到了3口棺椁之上。3口血红的棺椁，细看之下，竟然能够看到血液在棺椁的表面流动。难道这棺椁是用鲜血凝聚而成的？陈平细看之下，顿时震惊不已。这棺椁的血腥味很浓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些特殊的符号，那些符号都在缓慢移动，就像是在河流中随意漂流的树叶。棺椁四周有着一些神秘的能量，不断朝着棺椁内渗透而去，似乎在被棺椁内的东西吸收。陈平和莫青云2个人仔细地打量这3口棺椁，感觉特别的神奇。就在2人一动不动的时候，那天赐有些坐不住了，他还以为2人发现了什么，但是又不敢自己贸然上前。你去看看。天赐对着那青衣男子说道。青衣男子眉头一皱，你怎么不去？你不去，我就弄死你，在死亡河上前看看。你选择一个吧。天赐对着青衣男子说道。青衣男子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，虽然很生气，但是却于事无补。毕竟他根本不是天赐的对手，就算是能打过天赐，对方还有一个童长老在，他一个人也逃不掉。犹豫再三之后，青衣男子只能想起迈步走去。走了2步之后，青衣男子转头看向白袍女人，眼神中满是求救的欲望。可是那白袍女人就像是没看到一般，在这个社会，弱者没有人同情的，要想被人尊敬，除了变强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青衣男子无奈，只能缓慢地朝着陈平他们走去。此刻，陈平跟着莫青云还沉浸在那3口棺椁上面，压根没有注意到这青衣男子。虽然陈平他们已经走过，但是青衣男子还是十分的谨慎。在青衣男子走到石台前面的时候，也是不由自主地看了看2侧的武士雕像。此时那武士雕像的双眼好像都在盯着陈平和莫青云。青衣男子看了一眼之后，迈上了台阶。可刚刚迈上台阶，突然一道疾风而来，青衣男子大惊，赶忙挥刀抵挡。此刻那2尊武士雕像仿佛活过来一般，2柄大刀齐刷刷地朝着他斩来。轰！一瞬间，青衣男子直接被击飞了出去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到了天赐等人的脚下。青衣男子手里的刀寸寸断裂，整条手臂也是无力地垂下。就这一击，青衣男子废了，武器没了，胳膊也废了，所以人都震惊不已。就连陈平和莫青云也都不由自主地转头向后看去。当看到是2尊武士雕像出手的时候，陈平的脸色无比的凝重，他早就感觉到这2尊武士雕像有些诡异。那青衣男子可是渡劫境5品修士，怎么就被一击给废了呢？这2尊武士雕像的实力也太牛逼了。陈平拿着斩龙剑警惕起来，莫青云也不敢大意了，他压根没想到这2尊武士雕像竟然还会攻击。不过陈平跟着莫青云等了半天，2尊武士雕像只是用眼睛看着2人，并没有发起攻击。青衣男子缓缓起身，眼神中满是愤怒，他很是不解，自己也是顺着陈平他的路走过去的，为什么陈平他们没事，而自己就遭到了攻击呢？
同样疑惑的还有天赐等人，他们也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童长老，你可知道这是为何？天赐问道。童长老却摇了摇头，那2尊雕像上并无阵法，更不可能是人为操控。为什么突然袭击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为什么只袭击我，而不袭击他们2个人呢？青衣男子有些不满地问道。看你不顺眼呗。白袍女人冷冷一笑道。你……青衣男子很生气，不过却不敢把白袍女子怎么样。对方是修罗殿的人，而且实力有可能比他还高。他现在受了伤，别说打架了，一会有事，要想逃都有些困难。或许因为有女人的原因吧，要不然你去试试。天赐对着那白袍女人说道。刚刚陈平跟着莫青云一起，莫青云也是女人，所以武士雕像没有攻击。现在只有白袍女人是女的，所以天赐让她去试试。若是这样的话，你去试试。这2尊雕像也不会攻击的，你不也算半个女人吗？白袍女人冷笑道。你……天赐顿时气得满脸通红。他最恨别人说自己像女人了。虽然他自己每天打扮得像个女人，但是不允许别人说。或许这种宗门天骄都有种变态的心理吧。是不是因为女人的原因？只需要让那2个人回来，再让那个散仙境1品的小子自己走一趟，不就知道了吗？白袍女人淡淡一笑道。天赐一听，马上对着陈平和莫青云道。青云妹妹，你们2个都回来吧。莫青云没有说话，一动不动。陈平则是看着天赐道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只是怕你们2个受伤，并无恶意。可如果你们2个不回来，那我就生气了。我生气的后果，想必你们应该知道。天赐对着陈平和莫青云威胁道。莫青云有些怕了，轻轻地拉了拉陈平的衣角。刚刚天赐出手杀人的一幕，还在莫青云的脑海里面。别怕，我们回去就是了。陈平安慰了莫青云一声，随后2人走了回去。看到2人走了回来，天赐的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杀意。他真想一掌杀了陈平，不过现在陈平还有用，要用陈平当小白鼠。你再走回去，天赐对着陈平说道。靠，你这就有点欺负人了。陈平有些烦了。死或者走回去，你自己选。天赐威胁着陈平。陈平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此刻在陈平心里，这个天赐已经被判死刑了，他早晚找机会把这个家伙给弄死。不过眼下还不是时机，陈平还不能翻脸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打算重新走回去。我陪你。莫青云见状，就要陪着陈平再次走回去，却被天赐一把拉住，说道，让他自己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陈平朝着莫青云微微一笑，随后再次朝着那石台走去。不过这一次，陈平双眼一直在那2尊雕像身上注视着，只要这2尊雕像出现，他必须要快点躲闪才行。连散仙境5品修士都扛不住一击，陈平可不敢试。陈平战战兢兢地走上了石台，2尊雕像除了双眼跟随转动，注视着陈平之外，并没有攻击。咦？天赐眉头微皱，其他人也是疑惑不解，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看来跟是不是女人并无关系啊。白袍女人说道。这是为何呀？怎么单单攻击我？青衣男子此时都有些崩溃了。可能是我长得比你帅，所以没事吧？陈平站在高台上，笑着说道。此时的陈平内心也放松了不少警惕。放屁，老子比你帅多了！青衣男子大怒，